欢迎来到雅说健康，我是您的虚拟主播小雅。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10种看似普通，但长期食用会对身体造成严重危害的食品。我们将从不那么糟糕的到最危险的顺序来讲解。第10名是精致谷物，包括非常普及的白面包、白面条、白米饭等等，甚至连许多人认为较为健康的意大利面也在其中。虽然意大利面被视为稍微健康一些，但它的位置需要进一步探讨。白面包的血糖指数 GI 值是75，GI 值是衡量某种食物摄入后血糖上升速度的指标，参考值是以纯葡萄糖为100，因此白面包属于高 GI 食品，因为它能快速提高血糖。白米饭的 GI 值也相近，尽管不同品种的白米略有差异，但其 GI 值通常在70或以上，这同样是高 GI 食物。这个事实常被人们忽视或者不愿接受。提到心脏病，许多人会联想到高脂肪的肉类或油腻食物，却很少意识到可能是长期摄入过多米饭和面粉导致的问题。当人们努力避开更具饱腹感的高脂食物时，往往需要通过摄入更多的米饭或面条才能吃饱。这形成了高碳和极低脂的饮食结构，其实是很不均衡，不利于健康的。再来看意大利面，其 GI 值为55，根据官方 GI 标准，这属于低血糖指数。但我在这里加了个问号，意大利面真的算低 GI 食物吗？它到底是与什么做比较的呢？我们不妨拿白糖 GI 值65来对比。令人惊讶的是，白糖的 GI 值竟然低于白米饭和白面包，这也让意大利面看起来似乎稍微好一些。然而，按照传统 GI 分类， GI 值低于55的是低 GI 食品，55到70为中 GI，70以上则为高 GI。但问题在于这个分类表中，大多是碳水化合物和淀粉类食品，暗示着它们似乎理应成为我们的饮食基础。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全食物，比如天然的肉类、鱼类、鸡蛋、蔬菜、坚果和种子，就会发现这些食物的 GI 值一般不超过40，甚至低于20。而像红薯、土豆、白米和豆类等碳水化合物食物，应作为补充均衡营养或填补能量缺口的来源，而非作为主食大量食用。事实上，如果我们以全食物为主，而不是依赖精致碳水和超加工食品，那么 90% 的食物都可以落在 GI 值40以下的范围内。这样的饮食方式不仅能够稳定血糖，还能减少代谢问题的风险。而如今，大量精致碳水或超加工食品的摄入，正是导致史上最严重健康危机和代谢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第9名是果汁，让我们谈谈几种不同的情况。首先，对于新鲜水果，我认为可以适量食用，尤其是按照其原本的季节来享用。如果你住在热带地区，而且你的祖先几百年来也生活在那里，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对芒果、菠萝等热带水果更适应。不过切记不要在食用这些高糖水果时，同时摄入其他高糖或超加工食品。然而，如果将果汁与新鲜水果相比，你会发现果汁中的糖分更加浓缩，极易导致过量摄取。这是因为果汁去掉了纤维，而纤维正是帮助我们缓慢吸收糖分的关键。如果你偶尔想做果汁，建议选择鲜榨果汁，但这不应成为日常习惯，尤其是如果你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在特殊场合，如节日或生日时，偶尔喝一杯鲜榨果汁是可以的，比如1个月1到2次，但千万别每天喝，并误以为这样有助于健康，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那么为什么我要称果汁为危险食物呢？或许有些人点进这个视频时，期待看到一些致命的蘑菇，或吃了会立即中毒的食物。但事实上，真正危险的食物，往往不是那些带有剧毒的、看起来吓人的食物，而是这些在市场上无处不在的加工食品。它们看似无害，但长期大量摄入后，很可能会成为慢性疾病的根源，比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中风。这也引出了我今天要讨论的主题：食物和生活方式与慢性疾病之间的关系。全球每年导致大量死亡的疾病包括心脏病、癌症、中风、COPD 慢性阻塞性肺病、呼吸道感染、老年痴呆症、2型糖尿病、肾脏病和肝脏病。这些疾病看似多种多样，
但它们大多数都与现代饮食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以心脏病为例，研究显示，大约90%的心脏病可能由长期饮食引起，尤其是那些导致炎症、胰岛素抵抗和代谢问题的食物。而癌症、中风、二型糖尿病、肾脏病和肝脏病的高发也与类似的代谢问题有关。此外，吸烟是 COPD 和某些癌症的主要诱因，呼吸道感染则与病原体有关，但代谢问题会加重这些病情。由此可见，真正危险的食物正是那些引发慢性病的隐形杀手。这些高碳水化合物和超加工食品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产物，而它们正在对我们的健康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希望减少这些慢性病的风险，就必须从根源上调整我们的饮食习惯，回归到更健康、更自然的饮食方式。第8名是加工低脂食品。这里我们讨论的并不是像绿叶蔬菜或非淀粉蔬菜这类天然低脂的全食物，而是那些本来应该含有脂肪，但经过人为加工后去掉脂肪的食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甜味酸奶，尤其是低脂或无脂酸奶。为了弥补去掉脂肪后带来的口感损失，制造商会加入大量的糖或人工甜味剂，让它尝起来更好吃。问题在于，这些加工低脂食品通常被打上健康食品的标签，让消费者误以为它们对健康有益。但实际上，很多人在食用这类酸奶时，摄入的糖分可能远超预期，长期下来反而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比如导致血糖波动和胰岛素抵抗。这里需要澄清的是，酸奶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加工方式上。我建议大家尝试自己制作天然酸奶，这样不仅能控制配料，还能保留原有的营养。例如，传统的希腊酸奶其实与市面上很多低脂希腊酸奶完全不同。在希腊，酸奶是用全脂牛奶甚至奶油制成的，脂肪含量高达7%到10%，质地非常浓稠。而美国市场上的无脂希腊酸奶，仅仅通过去掉水分让酸奶变得浓稠，但脂肪含量却大幅降低，营养价值也相应减少。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其他加工低脂食品中，比如低脂沙拉酱和调味品。这些本应含有脂肪的食品被去掉脂肪后，为了改善口感，制造商往往会添加各种人工增稠剂和化学物质。这些成分几乎失去了食物的本质，长期摄入会对健康造成隐患。第7名是油炸食品。常见的有炸薯条和薯片，但实际上炸鸡、炸虾，甚至任何用油炸的食物，一般都包含高淀粉。这是因为在炸之前，通常会裹上一层马铃薯粉、白面粉或其他淀粉，这样可以吸收更多的油，让食物更香脆。然而问题不仅仅是高油脂和高淀粉的组合，还在于用于油炸的油。大多数油炸食物使用的油，并不是健康的油，它们往往是种子油、大豆油或玉米油。这些油中 Omega-6 脂肪酸的含量远远高于 Omega-3，而这种不平衡会引发体内的炎症反应。此外，这些油经过了大量加工，通常要经历高温、高压和化学处理。即便原本的种子可能是可以食用的，但经过这样复杂的加工后，制成的油已经变得不健康。更糟糕的是，在外面售卖的油炸食品，所用的油往往会重复使用，每经过一次加热和重新放入食物，油都会发生氧化，产生更多有害物质，变得非常有毒。所以油炸食品虽然香脆美味，但从健康角度来看，它们无疑是危险食物之一。第6名是早餐麦片。早餐麦片通常是由加工过的谷物制成的，有些是小麦，但更多的是以玉米为主要成分。而且大多数麦片中的玉米如果不是有机的，很可能是转基因玉米。更糟的是，这些麦片往往会加入不同程度的糖分，有些麦片可能只有少许糖，但有些则可能含有高达50%的糖分。除了糖，麦片中还可能含有人工色素和香料，以提升外观和口感。为了让这些产品看起来更健康，制造商通常会在加工过程中添加一些合成维生素。这样一来，你就会看到成分表上标明有某些维生素的含量，但实际上，这些添加的维生素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营养价值，因为它们以合成形式存在，身体很难有效吸收。更具误导性的是，早餐麦片通常被视为健康食品，
很多人认为给自己或孩子吃这些食品是健康的选择。事实上，很多托儿所和幼儿园也会为孩子提供这类麦片。然而，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食品的实际成分，它们提供的营养远不如广告宣传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接下来是那些真正危险的食物。第5名是糖果和零食棒，这些食品通常是以糖为主要成分，而且为了增加口感和风味会添加一些脂肪。然而它们使用的脂肪并不是天然的黄油或特级初榨橄榄油，而是加工过的种子油，比如大豆油等。这些油含有较高的 Omega-6 脂肪酸，容易引发体内炎症。有些被认为是健康选择的食品，如格兰诺拉、granola 麦片棒和徒步零食，也常常让人误以为它们更有益健康。很多人会想，我不吃糖果或零食，我选择了格兰诺拉麦片棒。其实这些食品有时可能还算好，尤其是当它们主要由坚果和种子等完整食物构成时。但如果它们含有过多的合成成分或是白面粉，那么它们的健康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同样，徒步零食也常见类似问题，虽然带有很多坚果，但如果混入了大量的葡萄干、糖果甚至 巧克力，那么这些零食就远远不如它们看起来那么健康了。即便是一些所谓的蛋白棒，有时也会掩盖其中的糖分、淀粉和添加剂，使用劣质的蛋白质来源，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许多食品公司热衷于宣传这些零食的成分，比如富含草莓或樱桃，但实际上这些成分所占比例非常小。不要被这些广告词迷惑，误以为自己正在选择对健康有益的食物。第4名是雪糕和冰淇淋。传统上，雪糕是由奶油制成的，奶油是一种高脂肪食品。虽然生奶油本身并不是最糟糕的选择，但现代的雪糕往往添加了大量的糖分，使得它变得非常上瘾。原本奶油和脂肪容易让人有满足感，但糖的加入打破了这一平衡，糖几乎占了雪糕的1半成分，这让它变得更加令人欲罢不能。糖分的存在让你容易不自觉地吃得过多，尤其是对于那些容易对糖上瘾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我个人深知这种诱惑，所以我通常避免家里储存各类雪糕和冰淇淋。第3名是烘焙食品。烘焙食品包括饼干、糕点、蛋糕等，它们通常由糖、白面粉和不健康的脂肪制成，简直是将所有不健康成分结合在一起，尤其是蛋糕。这些食品通常使用了不好的脂肪，起酥油，也就是氢化脂肪。氢化过程中将植物油转化为固体，改变了脂肪的化学结构，产生了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它能延长食品的保质期，让食品看起来更诱人，口感更好，但却对健康带来很大的威胁。烘焙食品在高温下烘烤后，这些有害成分变得更加危险，因此精美的蛋糕和甜甜圈等烘焙食品都是危险食品的代表，含有这些经过强烈加工的有害成分。第2名是含糖饮料。我把含糖饮料排在所有食物和饮品之前，因为它们无处不在，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例如，软饮料在自动贩卖机中随处可见，各种奶茶和新型含糖饮料也遍布街头，甚至看似健康的水果加工饮料。很多人也会给孩子们喝这种饮品，但它们的糖分含量并不比汽水低。另一个被忽视的含糖饮品是甜咖啡或甜茶。人们可能觉得自己只是喝点茶，但实际上它们的糖分也不容忽视。我们说的不是加了1-2小勺糖，而是那种大玻璃杯中可能含有8到10小勺糖的甜饮料。接下来是那些由咖啡连锁店推广的高糖咖啡饮品。最初这些店只是卖普通咖啡，但黑咖啡显然不够吸引人。为了提高盈利，他们开始售卖含糖且非常上瘾的饮品。你可能会发现咖啡店里大多数顾客选择的都是各种新奇的含糖饮料，而只有少数人点黑咖啡或简单无糖的拿铁。类似于汽水的饮品还有能量饮料，实际上它和软饮料差不多，只是添加了额外的咖啡因、草药或其他兴奋剂。能量饮料并不真正提供能量，它们只是让你短暂感到精力充沛，实际上是在透支你的能量，这些迟早都需要偿还。接着我想提到的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含糖饮品，椰子水。
如果你在热带地区直接从椰子里喝新鲜椰汁，那或许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是包装好的椰子水，你就很难确定其中是否添加了糖分和其他添加剂。再来是含有人工甜味剂的健怡饮料。当人们意识到糖对健康有害时，人工甜味剂如三氯蔗糖、阿斯巴甜、糖精等成为了替代品。表面上看，这些饮品似乎避免了糖分，也规避了相应的代谢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人工甜味剂同样会带来不少健康风险，可能比糖本身更具隐性危害。排名第一，最危险的食物或饮品是酒精饮料。讨论酒精饮品时，我们需要考虑2个关键因素：酒精饮品的种类和酒精浓度，以及每周的饮用量。根据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将酒精饮品按从较不危险的到最糟糕的进行排序。首先，我们要明确喝多少算多。0是最安全的选择，但很多人不愿意完全戒酒，他们喜欢偶尔品尝1-2杯红酒或威士忌，或在社交场合小酌几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如孕妇、身体健康较差或代谢受损的人，最好完全避免酒精。而对于健康的成年人，一些国际健康组织的建议是，女性每周不应摄入超过140克酒精，约为7杯酒精饮品；男性不应超过210克，约为14个标准杯。然而，这些建议并非一成不变，具体的安全摄入量还需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而定。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对酒精的代谢能力下降，因此适量减少酒精摄入量尤为重要。除了饮用量，酒精浓度也是影响健康的关键因素。高浓度的酒精饮品如伏特加、金酒和威士忌，虽然含糖量几乎为0，但由于酒精浓度高，对肝脏的直接毒性更大，尤其是大量饮用时。这类高浓度酒精饮品会迅速增加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给肝脏、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带来更大的压力。长期摄入高浓度酒精可能导致酒精性脂肪肝、肝炎，甚至肝硬化等严重健康问题。酒精对身体的影响也体现在它被视为毒素的处理方式。身体一旦摄入酒精，肝脏会将其优先处理，并暂停其他代谢工作。酒精的代谢过程会产生有毒物质如乙醛，这些物质对肝细胞有直接损害作用，因此肝脏会将酒精的代谢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会影响身体处理其他营养物质的能力。长期过量饮酒对肝脏造成的负担非常严重。另一方面，含糖的酒精饮品，如甜酒和混合饮品，带来的是酒精和糖的双重危害。这些饮品不仅给肝脏带来酒精代谢的负担，还因为高糖分导致胰岛素波动和脂肪堆积，特别是调制的鸡尾酒，糖分和酒精含量都非常高，对肝脏和代谢系统的负担加倍。酒精饮品的类型对身体的负面影响各有不同。首先，蒸馏酒，如伏特加、金酒、威士忌，由于不含糖分，主要担心酒精浓度，适量饮用时对血糖影响小，但浓度高，容易引发酒精中毒风险。干红酒和干白酒酒精浓度相对适中，每杯也仅含少量糖。有人认为适量饮用可能对心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一旦喝多了，仍会增加肝脏负担。啤酒虽然酒精浓度较低，但含有较多的碳水化合物，会迅速被吸收进入血液，从而引起胰岛素水平波动，并且会增加热量摄入。甜酒，高糖分的甜酒对代谢系统的影响更为严重。最后是混合饮品和热带饮品，这些饮品将酒精和糖分结合，对健康的破坏作用最强，尤其是对肝脏和整体健康的负担最大。无论是高浓度的蒸馏酒，还是高糖分的混合饮品，长期饮用都会对肝脏造成累积损伤。酒精需要通过肝脏代谢，而分解酒精时会产生有毒物质如乙醛，直接损害肝细胞。与此同时，大量摄入的糖分会被转化为果糖，肝脏需处理这些果糖，对肝脏形成而外的双重打击。最后，我们讨论了许多关于危险食物和饮品的内容，但这些知识并不是一刀切的建议。每个人的体质、代谢和健康状况都不同，所以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因人而异。了解自己的身体需求，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健康知识分享，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健康资讯。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态度和个性化的方法，
让生活更健康、更美好。